2月12日，有网友发文称，在三亚偶遇到了知名男演员雷佳音。在感情生活方面，雷佳音向来低调，从不主动晒老婆孩子。而今被网友偶遇现身三亚旅行的雷佳音，总算与老婆翟旭飞同框了一次，着实罕见。偶遇照中的雷佳音打扮得十分朴素低调，身穿睡衣出镜的她头发乱糟糟的，看起来没有一点腥味，和素人没什么区别。就连网友都表示雷佳音形象超接地气，很难想象是明星，很难被认出。雷佳音老婆翟旭飞虽然穿的也很随性，但却难掩好气质。长发披肩的她皮肤白皙水嫩，侧脸精致立体，比一旁老公雷佳音惹眼多了。翟旭飞冲在前面挑选海鲜，雷佳音则跟在老婆身后，习惯性的伸出手护住老婆，小细节满含爱意。一起三亚度假的夫妻俩并没有出入高档餐厅、豪华酒店，而是现身街头亲自买海鲜，低调真实的生活日常充满了烟火气，平平淡淡过日子的画面简直太温馨了。虽然网友有透露是雷佳音一家3口度假，但在晒出的合照中并没有发现雷佳音女儿小北的身影，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误把翟旭飞当成了雷佳音女儿。看来雷佳音还需多与老婆同框秀恩爱才是啊。在被偶遇与高颜值老婆喊同框之后，又有网友偶遇到了雷佳音独自一人刷手机的画面。照片中的雷佳音连衣服都没换，穿着睡衣洞洞鞋，简直不要太随性。雷佳音独自坐在石阶上看手机，一双细直长腿十分抢镜，和张译有一拼。雷佳音老婆翟旭飞和雷佳音实则是大学同学，上学时期的两个人经常互相搭配演戏，但捅破恋爱这层窗户纸的却是两个人的表演老师。大赞雷佳音和翟旭飞很有夫妻相。2010年，雷佳音与翟旭飞官宣结婚，并于2012年迎来两个人的爱情结晶雷小北。结婚生女后的翟旭飞很少在外出拍戏，除了偶尔出演话剧外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宅在家中陪伴女儿，到现在已经坚持了整整12年。而从翟旭飞晒出的和女儿相处的画面来看，母女俩就像是一对姐妹花，两个人会一起挽着手看展，一起养宠物，也会一起练习舞蹈，一起做手工，每次同框都温馨满满。12岁的雷小北被爸爸妈妈培养的多才多艺，不仅舞蹈跳得厉害，还会弹钢琴，而且嗓音也很出色。在家中自弹自唱英文歌的他，被妈妈大赞是小型音乐会现场。拥有一个如此可爱出色的女儿，相信不论是翟旭飞还是雷佳音，都会感到十几欣慰吧。爸爸妈妈都是混娱乐圈的，不知道长大后的雷小北会不会也进入娱乐圈发展呢？近几年雷佳音的演艺事业也是迎来发展高峰，不仅凭借人世间拿下了第31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，更是在2023年春节档电影里演了6个角色，并且完美展现了每个角色的反差感。不得不承认，雷佳音的演技真的很牛。1983年，雷佳音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，父母都是鞍山钢铁厂的普通工人。初中的时候，雷佳音就早恋了，还惹得老师哭笑不得。那时他看上一个同龄女孩，就跪下来向着同班女同学大声告白，然后跟全班同学说，这女孩是我的，谁也别跟我抢。大概是武打港片看多了。恋爱被制止后，雷佳音有些叛逆，他不爱读书，觉得在学校里也是浪费时间，14岁就辍学了。离开了学校，雷佳音就开始了他的青春期疯狂时代。他和几个哥们成立了一个组合，叫 King of Love， 也不知道该翻译成情圣还是海王。老大叫天地豪情，他叫到处留情。一群人打架，他只负责起哄，挨打时还会嘴硬的说，我没打过人，还没被别人打过吗？后来赶上沈阳的一所艺校来鞍山招生，演员吕小河便看上了他，建议他学习表演。于是15岁那年，他离开家乡去沈阳学艺。那时他心里还以为等待他的是一片自由的天空。到了学校，他才知道来这里的同学不是追求什么梦想，只不过混日子罢了。雷佳音在自传里说，同学很多是考不上高中的，下岗家庭的孩子也多，大人们在愁生活，顾不上孩子，很多人就跑到街头打架。他们唯一做的正事就是跟着老师去夜店走学演出。其实没人管并不代表着自由，没有目标，纵然天大地大，一个人哪里都去不了。这样的日子混久了，雷佳音感觉到整日浑浑噩噩的没劲，于是开始认真学习起了表演。因为东北口音太重，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练习发音和主持。几年以后，从艺校毕业的雷佳音以全国第2名的成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。谁也没想到，雷佳音从一个学渣变成了上戏学霸。据说上戏的学生一般优秀的都直接进上海话剧中心，而只有差生才会去演影视剧。2006年，雷佳音以第1名的成绩考进上海话剧中心，此后常常出现在话剧的舞台上，经历了5年的话剧舞台经验的打磨。2010年以后，雷佳音才以拍摄影视剧为主，从跑龙套做起。2012年，雷佳音终于当了回主角，他主演了宁浩导演的《黄金大劫案》，
这部电影让雷佳音拿到了好几个奖，她的演技得到了认可。只可惜这部电影票房惨淡，雷佳音没能火起来。随后雷佳音又接了一部大戏，角色跨度从20岁到50岁，却因为另一位男主深陷丑闻，这部戏不了了之。又过了2年，雷佳音搭档当红小花旦当主演。本来前景大好，又因为小花旦闹出绯闻，这部剧未能上映。这段时间雷佳音过于点背，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，渐渐的他开始看淡走红这件事。2014年雷佳音客串宁浩的电影《心花怒放》，一句台词我尼玛不到5分钟的戏，硬是被他演出了花样，表演很精彩，但是仍然没有人认出他。直到34岁那年，雷佳音等来了我的前半生节目播出后，他将一个中年出轨的渣男演活了，直到现在还有人叫他前夫哥。他演出一个中年男人的无奈和隐忍，也演出了人性的贪心和矛盾。虽然有不少骂声，但也不少人喜欢他，有人开始评价他具有丧门感，不招人恨。接下来雷佳音或参演或主演的3部电影《绣春刀2》、和平饭店、超时空同居都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，雷佳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，他的贱萌表情也越来越深入人心。2019年长安12时辰里，雷佳音扮演的张小静狠绝毒辣，不怒自威，黑白两道对他又敬又怕。为了张小静这个角色，雷佳音每天收工后都会接受几个小时高强度的体能训练，累到怀疑人生，拍摄中常常被浇水、扭伤、被撞，他是在拼着性命在演戏。火了一把之后，雷佳音参加综艺节目《极限挑战》，他的搞笑天赋也藏不住了。雷佳音和岳云鹏两人都是天生自带喜感，他们一碰撞便是一场相声。雷佳音接受采访时说，送给岳云鹏女儿一副8000多块的乐高，岳云鹏在微博上回应心疼我闺女，然后他回头就送给雷佳音一副22米长的清明上河图的刺绣，雷佳音再次回应没敢让我妈绣，我怕她吓。此外，雷佳音和郭京飞、李光洁组成的老 boys 3人互损，也赚足了观众的笑点。2019年的国剧盛典中，李光洁和郭京飞还说，雷佳音的表演为观众呈现的是一场饕餮盛宴，而雷佳音也没让观众们失望，在上台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俩真的很差。他们还调侃3人为大圆脸、大长脸和大脑袋，雷佳音的大脑袋从此深入人心。雷佳音依靠一个有趣的灵魂得到了观众的喜欢，也迎来了事业的成长。他将自己的幽默融进了《人世间》这部时代剧里，完美诠释了一个在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悲欢。曾经有人说，中年男人红一次便会沉寂下来，而雷佳音再次红了起来，把老婆当作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《人世间》里，雷佳音饰演的周秉昆对儿子周南说，你妈是我媳妇，你妈幸福就是我幸福，谁也不能伤害我媳妇，你也不行。有不少网友表示这是自己听过最动听的告白，还说秉昆就是自己的理想型。不过网友没机会了，雷佳音早就结婚了，而且他们夫妻感情极好。雷佳音的妻子叫翟旭飞，和雷佳音一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两人是从校服走向婚纱。很早之前，翟旭飞就拍了《金甲战士》，在剧中饰演优马特救队副队长北极雪，曾是一代人的童年女神。因为两人是搭档，经常在一起排练演戏。知道雷佳音的家庭条件不好，翟旭飞就经常以减肥为由帮雷佳音加餐。雷佳音曾谈到，有一次两人一起排练节目，当时怎么也找不到感觉，有些暴躁，翟旭飞拿了一罐红牛给他，却被他啪的一下打掉在地上。翟旭飞不仅没有生气，还很淡定的从地上捡起红牛对他说，能好好说话吗？有什么事是不能解决的？这个女孩特别能包容他，当时他就想，可能就是她了。据说加上老师的助攻，于是两人就在一起了。在雷佳音事业处于低谷时期，翟旭飞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，丝毫没有嫌弃他，只是一个跑龙套的小演员。在2010年，翟旭飞依然同意嫁给了他。2012年生下女儿后，便辞职做起了全职太太。前半生里，罗子君就是做全职太太，被前夫哥抛弃，亦使全职太太成为高危职业。于是主持人问，你会担心她成为子君吗？雷佳音很肯定的回答，不会。用雷佳音的话说，他负责在外面打猎，女主人在后方支援。因为同专业，都是演员，妻子还会帮雷佳音看剧本，提意见。雷佳音说，老婆是最懂他的人，从不给他压力。有一次，雷佳音在极限挑战上被问到，对比老婆，你觉得迪丽热巴更漂亮吗？雷佳音毫不犹豫地说，我老婆最美，满满的求生欲。但他吐槽自己老婆也是从不手下留情。结了婚以后，雷佳音仍然觉得老婆是自己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他们特别能聊到一起，有说不完的话。记得王志文在参加艺术人生节目时，朱军问王志文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爱情？王志文说，就想找一个随时随地能聊天的人。朱军笑道，这还不容易。王志文说，不容易，比如说
你半夜突然想到什么，你叫他，他会说几点了，多困啊，明天再说吧，你立刻就没了兴趣。是啊，无论婚姻还是爱情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大概谁也不会跟一个聊不来的人在一起。雷佳音很幸运，他找到了那个随时随地能聊天的人。去年2月15日，翟旭飞还在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与9岁女儿的写真照，母女俩一脸的喜气洋洋。关于一家3口的合照多是背影，但也透露出一片岁月静好。都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有一个默默支持的女人。雷佳音在娱乐圈的成功，运气和努力占一半，那么另一半则来自老婆翟旭飞，一切刚刚好。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，但是中年成名的人更能透过这层名人光环保持清醒，不忘来路。接受采访时，雷佳音提到，直到现在我依然知道我自己是谁。雷佳音好像没有把自己当一个明星来看，他说自己最开心的时候是住在1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，每天骑自行车上班，下班就穿着大裤衩去市场买菜，然后洗盘子的时候思考人生。网友给他安好人设，他转头就在采访里说，希望大家别给他人设。现在的雷佳音真的活得很通透，他曾在2000多人的面前高调恋爱、打架、逃课，还辍学，那段时间他活得特别随意。然后他在自由中醒悟，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渺小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家世，更没有资源，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他能抓住的机会就是读书，学好专业，所以他成了学霸，这是他对命运挑战的开始。别人火那是别人的事情，他一点不慌。同学胡歌火的时候，他认识到自己不适合走偶像明星路线，后来他拍了5年话剧才转拍戏，很多人都说他可惜了，错过了拍戏最佳的出道时间，他却认为这一切都刚刚好。这次的新剧人世间，雷佳音用演技再次征服观众。回过头来看，当时他青春年少只觉荒唐，但每一步路都没有白走，才有了今天的举重若轻。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，不虚不忘，还璞归真。这里的真便是真实，接纳真实的自我，然后做自己适合的事情。雷佳音身上有一份真实的质朴感，当他的角色贴近自己的特色，他变成了。无论成功成名，说实话都是成为自己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像一个演员，总有一段演出不被看好，无人喝彩，但在这点点滴滴的积累中，你会被岁月赋予实力。所以总有一段时间，你只需要像一个种子那样积蓄力量，等到春天惊雷敲醒大地之时，自然会破土而出，在阳光下随万物生长。